欢迎来到福音快递。那今天我们的古人遇见耶稣系列里面是要提到王昭君，我就不知道你们对王昭君有认识吗？我们那一个年代如果歌唱比赛的话，大概常常会听到这首什么王昭君，他还要用一点抖音来确保自己会胜利那么王昭君如果遇见耶稣，那这个课题那王昭君是中国四大美人之一四大美人第一个为首的应该是我们熟悉的西施了西施外号叫陈怡四个把它排列出来就是陈怡、落雁、碧叶、羞花那个西施是陈怡我们有讲过西施嘛，对不对？她洗衣服，在江边洗衣服的时候那么就是连鱼看到了都马上就要沉下去了，不好意思，因为西施太美，鱼儿比不上她。那王昭君呢？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谈，为什么她的外号叫落雁呢？那貂蝉呢是碧叶据说她在拜月的时候，月亮都要那个云彩就要把它给月亮给遮起来。那杨玉环呢就要听说她去看赏花的时候，就触摸到一片叶子，那个叶子马上就卷起来。当然，我觉得他是摸到含羞草了，所以就羞花。所以这个中国四大美女，那中国四大美女我们要谈的就是王昭君。那么谈到王昭君的话，她其实被招入宫中的时候，其实只是做一个宫女。当然，如果你看戏剧戏曲这些。到后来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就跟毛延寿这个画师有一点关系。为什么呢？这个是传说了传说这个毛延寿就是专为宫女们被招进来的那些人，就那些美女画图画，然后呈现给皇帝。那么据说他就是要收贿赂，才可以把你画得美。然后如果你给的钱不够的话，或者是你不给钱的话，就把你画丑一点。那据说王昭君呢，就因为这样就没有办法被录取，因为他不要给贿赂。当然这个故事我必须稍微提起而已了但是我不认为说这个可靠性很高。但是每一次提到王昭君，似乎都会提到这一件事情了所以这个毛延寿的事情我就带过就算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比较更加重要的就是当时的汉朝的汉元帝在那个时刻就接见了这个呼韩邪单于。那呼韩邪单于是匈奴的王，那么呼韩邪单于就来拜见这个汉元帝。其实最主要的是要使到这个匈奴跟这个汉朝就停止打仗，因为他们打仗打了很久，所以就呼韩邪单于他的匈奴王就过来，那么甚至提出了能够的话要和亲。什么叫做和亲呢？和亲的意思就是要透过婚姻能够使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能够更加的融洽比如说是如果能够的话，这个汉元帝就让他的一个公主，他的一个女儿，把她嫁给呼韩邪单于的话，那么这个关系就是成为亲家的关系，那么仗就不好意思再打了和亲的目的是这样。当然我们说汉朝基本上如果你看到中国的历史之中所谓的和亲，每次派出去的都不是真的公主了派出去的只不过是找一个宫女，然后认定她为就赐她公主这个称号，把她认定为女儿，然后把她嫁给这个外国人。那么这些外国人其实也分辨不出来了，有女的就娶了，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呼韩邪单于的话，就娶到了这个王昭君王昭君。那么昭君就出塞，我们知道说关于王昭君要出塞这件事情，那其实我们今天的我们看起来是好像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这实际上在文化上是不一样，所以这一件事情是不容易的。如果我们说是北方的风景因为它那边是蒙古，那北方的风景、北方的饮食习惯跟南方人跟比较南方一点
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这南方一点的，他们是吃这些大麦米，这些米饭、大麦、小麦这些东西，而北方呢是几乎都是在吃肉类而已，而且基本上他们吃的肉类也很简单，可能也是撒下一点盐，那么烤了就是这样子吃了。那你吃第一天的时候，你这样子吃的话，觉得不错了哈，有一个羊扒来吃。但是第二天是羊扒，第三天是羊扒，第四天还是羊扒，然后2个月后还是羊扒。你这样子的话，你就差不多要在地上爬了，对不对？你就觉得天天就是吃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说昭君要出塞这件事情是不简单。当然，据传说昭君出塞的时候，因为她很会弹琵琶。当然，现在我的宣传片里面是放到是弹吉他了，他们是弹琵琶，据说弹得非常好听，那个大雁在天空中听了他的看了他的美貌，听了他的琵琶声都忘记了要飞翔，所以燕子都掉下来，所以这个成语，然后这边是两个落雁，就是从这样子而来的。那么她嫁给了这个呼韩邪单于，我们只能够说呼韩邪单于的整个习惯，不单只是天天吃那些羊肉，不吃米饭，而且还住在帐篷里面。住在帐篷里面大概是觉得很难吧，对不对？我们给你住的时候去住2天大概还可以了。那么你一直长期住在帐篷里面，动不动就要搬，就很难受了。那更难受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在那一边水是非常珍贵的，所以他们一生之中可能只洗几次澡而已，就是结婚那一天有洗澡，大概是这样，所以就很少会洗澡的。所以你想想看，这个王昭君怎么受得了？那呼韩邪单于她只是嫁给呼韩邪单于，其实这个单于呢，只不过是跟他2年而已。那2年之后，这个单于就去世了。去世的时候，这个王昭君呢就写信给汉成帝写说要申请说回去了。但是那个时候的皇帝呢就回复他说，你必须要跟随着胡人的风俗，就是不允许他回就是了。简单的说一句，你就不用回来了，你就跟随胡人的风俗。那胡人的风俗是什么呢？做单于的死了之后呢，就是你就要嫁给他的孩子。于是他就嫁给他的孩子。当然，这个单于不单只是一个老婆，不单只是娶王昭君，还有娶其他的，所以就嫁给他的另外一个的儿子另外一个儿子嫁了之后呢，王昭君就替他生了2个的女儿。所以如果你看王昭君的这一生的话，他几乎成为一个男人的产业而已几乎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做的，对不对？他的整个生命也不是由他来决定的他被逼嫁给这个单于，他之后还嫁给他的儿子。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悲惨的一个状态，对于王昭君本身，这个是一个悲剧虽然长得貌美又如何？你就去尝尝那个风沙吧就是这个是在沙漠那个风沙吹来，对不对？又不是像我们这边还有一些保护的措施，在当时应该没有什么保护的措施。如果你看北方人常常刮着风晒着太阳的那个脸多么的粗糙，那么像王昭君应该是这种美女，这种细腻的去到那边会是怎么样？但是王昭君确实在那一边成就了几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样事情是，汉朝跟匈奴呢，从此从那一个时刻有几十年的我们说是和平的局面，就是因为透过和亲的关系使到这个结束了匈奴跟汉朝我们说是100年的征战，100年在打仗，哇，这个打得很凶特别是汉武帝的时候打得很凶。但是到了这个时刻呢，就停止了作战。我们说可以说减掉了不必要的伤亡。那么如果你单单从他这一个功劳来看的话，单单这个事情来看的，牺牲了他这么一个人，减少了不必要的一些伤害是很重要的。因为
你一个将军，就算你可以带着大队的军队去打仗，把匈奴人给打下来，你都死伤无数的。但是王昭君只不过是一个弱女子，这个弱女子就嫁到了匈奴人那边去，就促成了和亲这件事情，那么造成了和平的局面。所以这个是我们说是相当的了不起的。那么第二，就是它能够促成了经济文化上的交流。我们必须要想到，汉朝在文化上是比较发达的，而在北方的匈奴人，其实他们可能最擅长的还是打仗打仗。他们是游牧民族，他们最擅长的就是骑马打仗。那么我们说老粗一个，就是粗人，基本上没什么文化的，对于耕种什么更加不了解。但是从王昭君过去的时候，王昭君不只是一个人过去的，他带着一团的人过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促成了一个在文化跟经济上的交流。所以不单只是说和好的局面，就因为这种经济上的交流呢，在文化上的交流，就使到了匈奴那一边、蒙古那一边得到了很大的突破跟发展。因为你总要有所学习的，所以当汉朝派人过去，一队的人过去的时候，不论是在耕种业还是其他方面，就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所以这个就是王昭君所能够做出的一个贡献。但是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如果王昭君他有机会，他跟耶稣的时代差别一点点而已，很接近。当然因为是在区域上的不同，所以王昭君不可能会见到耶稣。那么如果王昭君他遇见了耶稣，你认为他会跟耶稣说些什么东西呢？你想想看，我自己猜想他大概第一，他会讲说，像我这么样的一个弱女子，甚至我一生都没有办法再回到中原里面。他也许会跟耶稣讲他的一生的悲剧。那你说他的功劳这些就先不谈，那么他就可能来诉苦。王昭君可能本身没有察觉到他自己本身在历史上到底后人给他些什么样的评价。所以今天我们给他的评价说，哇，他促成了和亲这件事情上，促成了两国经济的交流，促成了和平。但是对王昭君个人而言，他可能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他可能没有看到他本身在历史上到底后人会给他什么评价。而我们呢，今天的我们有时候我们在想，我们在整个历史上到底人们给我们些什么样的评价？那你说，哎呀，我也只是一个很普通很平凡的一个人，就像当年的王昭君一样，连他的命都不是属于他自己的。那么我们在想说，在历史的长河里面，上帝创造了我们，而我们在这个整个历史的长河里面，也同样的一定有它的价值的存在。上帝不是白白的造你，上帝应该要把我们放在他要我们放在的位置上，而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应该可以尽我们所能去发挥出我们的影响力跟我们的价值，使到我们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同意吗？你想要成为多人的祝福吗？基本上我们应该要这样，但是基本上我们很多人就犯上了跟王昭君同样的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就觉得我们太过平凡到有时候我们在命运的齿轮之下，我们很多时候身不由己，甚至有时候我们好像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不想做这一份工，但是你觉得你被逼要打工，因为你要生存嘛，因为你要生活嘛，你要养家糊口，所以你就是很努力的去做工。你觉得你身不由己，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就要来思考了。当我们的人生走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今天你几岁我不知道，有一些是70多，有一些可能是才20多。
那么不论你的年龄如何，我想问一下，你给你自己说，你认为上帝把你放在哪一个位置上？你有去思考这个问题吗？你的整个生命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吗？还是你觉得哎呀，生活很苦啊，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能够活得精彩，是这样子的吗？你会不会觉得上帝说，上帝啊，你把我放在这么苦难的一个情况之下，我怎么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呢？但是今天我们来看，我想耶稣如果遇到王昭君，会跟他讲几个人的一些故事。那第一个就是换血肉的妇女。那换血肉的妇女，换血肉是他要的吗？不是他要的。那么这个悲惨的病印，这个病留在他的身上对他而言，他就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不洁净的人。那么我怎么能够我怎能够在整个历史的长河里边，我能够有什么东西给人家称赞的呢？可能对他而言，可能一生之中他都觉得他就是这样子就过了，更何况只是一个换血肉，这个在当时里面是一个很羞耻的一种病。但是换血肉的妇女却做出了一个很不平凡的一个举动，就是她愿意说伸手去摸耶稣的衣裳穗子。当然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当然这个又可以讲到另外一篇的道，摸耶稣的衣裳穗子是要来表达他愿意去遵守律法上的东西，他愿意去遵守的时候，他伸手去摸衣裳穗子。今天我们不花太多时间在这个方面，但是我只是直接来到总结的那个部分，是要来向上帝表达他愿意跟随着上帝。但是他这样的一个举动，他摸到的是一个律法的成全者耶稣。所以有时候他的生命的一个突破，只不过是源自于他不屈服于他本身的难题，他愿意去一个突破，说我愿意遵守上帝的一切的规条。那么这样伸手过去的时候，去摸的时候，耶稣看得到他的生命之中他的信心。所以今天我们一提到这个换血肉的妇女，我们是给她怎么样的评价？我们来看她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我们很多人的信心我们比不上她。可能你换了血肉，你就是这样子躲在家里，就一辈子就不用出门了，你就是换血肉的妇女，你也不能够改变了，你觉得平凡都不能够再平凡。我们当中有多少个人觉得自己太过平凡呢？你会不会想你很平凡？但是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我觉得只要我们完成上帝要我们完成的，托付于我们的，我们必然成就不平凡的事。有一些事情看起来很简单，去摸耶稣的衣裳穗子，向上帝来表达他的心意的时候，我说过了，他摸到的是律法的成全者，所以整个生命就因此而改变。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血肉的妇女的时候，这件事情上有哪一个人是看清他的呢？有谁看清他呢？没有人看清他，因为连耶稣都称赞他。那你说他平凡吗？好像很平凡，甚至还在一个不洁净的病里面，但是他愿意说不按照我自己的感觉是很不好的，我是不洁净的，感觉很不好，但是他愿意突破他的感觉，去完成他应该要完成的事物，来向上帝表达他的心意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我认为耶稣会跟他讲的，也就是投了2个小钱的寡妇。那这个寡妇去在给奉献的时候给了2个小钱，2个小钱其实等于1个大钱。那么2个小钱，意思是说他可以说不用说，哎呀，我没有钱找，然后我就投一个还是什么，没有大钱，你只有1个大钱，你说一定要投下去。你有2个，你可以说我收1个，我再投1个。但是他投了2个小钱。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举动，你说是很平凡吗？而且是我们说是一个穷寡妇无依无靠，2个小钱投了进去。
那么你说这件事情太过简单吗？投2个小钱，但是耶稣给他的称赞是极高的。而这2个小钱，我们说投进去的时候，他成为了奉献者的天花板。用今天来讲了，用今天的话来讲，天花板，没有人可以高过他。今天就算你家财万贯，你把所有的都投进去的时候，你都比不上他，因为他连明天要吃什么都还不知道。你要养活他自己的，他把他养生的都拿出去投进去了。所以我们才说是这个是奉献的天花板，已经是高到不能再高，没有人可以超越他了。因为连明天吃什么，连养生的他已经投进去了。那么你说这个举动简单吗？看起来很简单，一个平凡的一个寡妇，只不过是投了2个小钱，成就了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每次一提的时候，大家都提到奉献的时候，就会拿这个来成为一个例子。当然我们今天谈的时候，就我们好像讲得很简单，说你看这个穷寡妇投2个小钱，你投2个小钱也可以的了。那这个不是笑话吗？你要知道这2个小钱是他养生的，就是他要养活他自己的钱，把它给奉献上。你今天投了多少？就算你家财万贯，你投了1半都还比不上他。所以我才说是这个是奉献界里面的天花板来的。所以今天如果王昭君遇到耶稣的话，耶稣应该会跟他讲，同样的，你王昭君的看起来是很平凡，但是你可以成就大事的。那么这2个小钱的寡妇和这一个患血肉的妇女是一个例子来的。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妓女拉合。那妓女拉合你来看他的话，哇，一提到这个拉合，还要加上前面2个字妓女。那么这个妓女拉合，我想他做出了一个异于常人的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没想到是改变他自己本身的一生，对不对？甚至我们说耶稣的家谱里面有他，所以我们感觉到说，哇，这个人既然可以，我们说是选择背叛自己的，我们说跟他们一起长大的民族，只是选择了我要在上帝那一边，所以他就接待了2个探子，把他藏起来，来救这2个探子。那么他这一个举动就已经是完完全全的，我们说是突破了在当时所有人的观念里面，哇，一个妓女而已，一个妓女，如果论到身份的话，她怎么能够对抗环境？如果能够选择她要选择自己作为一个妓女吗？没有人会去选择做妓女的。所以我在想，她应该是相当的被逼于无奈。但是他像这样子的一个人，渺小到不能够再渺小，地位低的不能够再低。那么这么渺小的地位，这么低的一个地位，却能够做出来一个我们说很惊人的一个举动。而这个惊人的举动就是我愿意跟随上帝。所以他就选择了上帝的方式，因为他看到他们这些以色列人，他看到他们跟随着上帝的时候所经历的神迹，他认定这一位是神，所以他为了这个东西，他愿意做出来不一样的一个举动。所以今天的我们，透过这个几个人跟王昭君，我们就要来看了这些妇女们，我写的都是妇女，在当时应该是没有任何地位的，没有任何地位可言的。有一些是穷寡妇，有一些是患血肉的妇女，那么这个是妓女，地位身份这么低，但是上帝却用他们这几个人成就了奇妙的事情。而这几个人愿意顺服上帝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很平凡，你觉得你实在是太过平凡，他们就平凡的更加的低贱，对不对？比平凡还要更加的低贱了。而这些人却能够成就上帝的美意。所以今天的我们导师要来思考说，在这个整个历史长河里面，
我们是否愿意像这一些人一样，行出了一些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而在这个最简单的事情里边，却完成了上帝所托付于我们的事。环境好吗？环境不好。穷寡妇是他要的吗？他要作为一个穷寡妇吗？环境好吗？不好。妓女的环境好吗？不好。患病的情况好吗？不好。而在这些所有的不好声中，却产生了最好的事情。这个是上帝的奇妙。上帝最大的奇妙就是用这些看起来最卑微的人，看起来没有能力的人，去完成了大事。而今天的我们总是要回到这个历史的长河里面去思考，我们站在哪一个位置上。我们多少时候说上帝啊，你使用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说，在这个历史的长河里面，我愿意把我自己交出来。有时候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看起来很简单，而在这个简单的事件里面，我们是否能够让上帝来完成这个很奇妙的事情呢？如果你看耶利米书第2章13节的时候，上帝谴责了那些做了坏事的那些我的百姓，因为我的百姓做了2件恶事。这边称上帝的百姓却做出了2件恶事，而这些恶事是什么呢？第一，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离开上帝；第二，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所以今天啊，上帝的百姓如果离开百姓，如果离开上帝的话，那么这个是一种恶事。上帝的百姓应该跟随着上帝，上帝的百姓不能够跟随自己的感觉。而今天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许许多多所谓的上帝的百姓，他们跟随的是自己的感觉，而不是跟随着上帝的吩咐。今天你要知道说，有时候你的感觉是错误的，但是你很多时候就在这个错误里面你去坚持。所以你要怎么样说来到上帝的面前说，主啊，帮助我，我不随我自己的感觉，我只单单跟随你。因为有时候跟随上帝的时候，你跟随着上帝的方法去做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点难，对不对？有一点难。那个穷寡妇，你要叫他拿出2个小钱放进去，太难，太难。你要叫那个妓女拉合背叛自己的民族，要跟随上帝的方法去救那2个探子，难吗？难的。如果换做你来做的话，我算了，我做妓女就算了。你要叫一个不洁净的女子跑到大街上去，要去摸耶稣的衣裳穗子，而这个伸手摸的整个动作表示着我要跟随上帝，而这个举动难吗？很难。但是我问你，这些全部是跟随自己的感觉吗？不是的。如果跟随的感觉的，不用做了，真的不用做的。你不用投那2个小钱的。如果按照你的感觉，算了，反正我2个小钱也不能够做些什么东西，让那些有钱人去放吧。很多人会这样子去想嘛，反正有钱的比我多的是，让他们去放我这个2个小钱也改变不了些什么，我这2个钱收起来好养活我自己，对不对？但是今天你看他们这些人，这些有信心的这些很有信心的这些人，他们都不是按照自己的感觉的，甚至我们只能够说他违背自己的感觉，他跟随这个活水泉源，他跟随的是上帝的方法，他不按照他自己的方法去找一个池子，没有。所以上帝谴责的，在耶利米书里面所讲的是，你为你自己凿出一个池子，这个池子是不能够存水的。你要跟随的是上帝的方法，你不要跟随的是你的感觉，你要跟着真理来走。如果你跟着你真理来走的时候，你不要小看你自己。所以耶利米书第2章第17节的时候，
说这事临到你，不是你自招的吗？不是因为耶和华你神引你行路的时候，你离弃他吗？很多时候，我们今天所整个在生命上所做的、所走的路线，很多时候是自招的。但是上帝总是要我们回归到他那一边去。甚至今天有基督徒，你认清你自己的方向吗？你认清你自己的任务吗？你认清你自己的目的吗？你认清上帝造你的时候一定赋予你要你完成的一些任务吗？还是你是活着只是为了今天要吃好一点的，我要吃饭？那你跟猪有什么分别呢？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能够说摆占这个地图的。我们知道说上帝有东西有任务在我们的身上的，而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你不要忘记这一个上帝对你的呼召，要不然的话模糊了整个视线。前一阵子我跟一个团去旅行去旅行的时候，我遇到一件事情感触蛮深的。那天我们因为旅行嘛，然后早上的时候就吃早餐酒店的早餐都是非常丰富的，那么就在那边吃早餐，我就看到我们的其中一个团友那么穿了一件很漂亮，他那个团友每一天都穿我感觉上他不是去旅行了，他是去做服装秀，所以他穿了很漂亮的衣服就去吃早餐。然后吃完早餐之后，然后我们就去大堂那边等。那么他吃完早餐之后，然后我在大堂再见到他的时候，他换上了另外一套的服装。原来是他们有很多服装可以换的，连吃一个早餐都要换一套的服装，或者是他认为吃早餐的那个服装觉得不太适合他，又马上可以换。所以他们的行李箱都是蛮大的我跟师母带的行李箱是很小很小的，我还带的行李箱是蛮大的。原来是他们是要去做服装秀，然后整个行程就忙着拍照，他忘记了他是来旅行的。所以今天我们在想的时候，有时候有一些人原本应该是要去旅行的，但是他可能怀着另外一个目的，他不是去旅行，他去做服装秀。所以整个焦点，我们最怕的是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当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的时候，或者是你的真正的目的被模糊的时候，是很可怕的事情。你了解你的目的吗？你了解你被造的目的吗？我有一个朋友因为他的一个亲戚就是生病，然后躺在床上。那么因为那个家是2层楼那么躺在床上，那么为了这个老人家因为怕说等下他一个人有什么事情要叫人不能够叫可能喊不出声音还是什么，于是就在他的旁边按了一个铃一个钟，就是他有什么问题的时候，需要什么帮助的时候，有点像医院医院也是旁边床头都有一个这样子的钟，就按一下，然后就把人招下来，对不对？他说中了这个钟之后，那个老人就时不时去按一下钟。他说按一个钟，有时候叫下来的时候是喝一杯水还倒是无所谓。他说有几次的时候，他按了那个钟，然后他就赶快冲下去，以为是什么事，然后问他什么事，他说我也忘记我按这个钟是什么事。这个有点可怕，对不对？我按了那个钟，然后把人叫下来了，然后我告诉他说，我忘了我按这个钟是为什么，我忘记我为什么把你叫下来。那么今天的基督徒会不会也是我们说变成模糊到这样？说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甚至我告诉你说，如果今天你要为教会求一些东西，你要来到上帝面前祷告，你知道要祷告些什么东西吗？你可能都模糊掉，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为教会来祷告，可能你的整个焦点都已经模糊了，你已经不知道你要做是什么了。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知道说，让我们去完成我们应该完成的。我们看最后一段的经文，是在彼得后书3章17到18节。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
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必须要在上帝的恩典上和知识上有长进，去完成我们应当要完成的事物。你知道你要完成些什么东西吗？我说过，上次我就跟一个旅行团去走，那其中一幕我是非常的有感触哦，因为那一次他搭的一个飞机是比较好的飞机，所以那些空中的服务员的招待各方面都非常的好啊。那其中一幕让我有一点震惊的，就是我看到那些空姐们，那空姐他们在完成一项的他们应该要完成的程序之后，那么我就看到这个空姐就对另外一个空姐竖起了她的大拇指，她完成了。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完成的时候跟她竖一个拇指，这样的一个小动作，但是我看在眼里，我就看另外一个空姐，再看另外一个空姐，当他们完成这些程序的时候，就比上一个 good。为什么呢？因为在飞机上每一个步骤都不可以出错，因为出错的话可能是要命的，对不对？不可能空姐把门关不好，然后飞机起飞，那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们就一定要确保说每一个步骤一定要完成。所以最近有一个日本的航空在降落的时候不是着火吧，跟另外一架飞机撞，然后那个日本的航空竟然完成了一个，按照新闻上来报告是完成了像教科书上的指示，就是他们能够很从容的指挥所有的这些乘客很安全的撤退，火已经在外面烧了，但是这些空服人员竟然可以完成他们的任务。那今天一架飞机，那些空中的服务员，他们必须要完成他们的任务。今天在整个历史的长河里面，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应该要把光照在人群当中。所以我们有没有完成我们的任务呢？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能不能够完成上帝所托付于我们的？